存人失地还是人地皆失？泽连斯基最缺少的不仅仅是武器了，他更缺少的是时间。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俄乌战场上，大家关注的那个顿巴斯大决战，现在已经打出了一个阶段性结果。很明显啊，俄军已经从2月份开始的第一阶段作战中汲取了教训，没有再轻敌，也没有盲目大纵深突进。在哈尔科夫、顿巴斯还有赫尔松几个方向，各个战场开始有了有效的呼应。所以，经过了2个多月血战，付出了比较大代价之后，基本上拿下了北顿涅茨河以北地区。另外呢，还要通过2翼前行攻势，争取创造新的口袋。下一个口袋想拿下的就是北顿涅茨克南边隔河相对的利西昌斯克。而且呢，既然这个地区连接利西昌斯克还有北顿涅茨克的主要桥梁都已经被乌军炸断了，那么俄军干脆就不在北顿涅茨克用大兵力进行驻守，防备乌克兰的反击，而是集中主力向利西昌斯克的南北2翼进行侧击，试图切断后勤补给线，再次进行包围。现在战场上，俄罗斯凭借巨大的军火储备和10倍于乌克兰的火力投送量，已经找到了有利于自己的战场节奏，就好像是蚕吃桑叶一样，一点点要把乌克兰啃掉。而且呢，俄军不玩盲目战法之后，伤亡已经明显减少。据报道，前一段时间，乌克兰军方跟泽连斯基曾经有过意见冲突。军方认为，在一个明显守不住的地区，不断的把兵力填进去，面对俄军火力优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在部队被包围之前，及时的组织撤离。而泽连斯基现在要求坚守，这是打算靠城市建筑、阵地和生命，想尽一切办法在拖时间。所以呢，现在乌克兰根本就是2种思路。乌克兰军方的想法是存人失地，顿巴斯战场本来就距离俄罗斯太近，距离乌克兰西部太远了，后勤补给对乌军严重不利。所以，如果乌军经过层层迟滞之后，把部队撤回来，让俄罗斯占领更多地区，才有可能让俄军的兵力更加分散一些，后勤负担更重一些，乌军才有机可乘。而泽连斯基的做法呢，估计也是担心放弃这些城市和坚固阵地之后，完全依靠野外作战，乌军没有依托，就更容易损失。另外，让俄军顺利控制整个顿巴斯之后，他必须担心一点，就是俄军会从顿巴斯抽调兵力，那么下一个打击目标在哪里呢？俄军会不会重新转向哈尔科夫或者是赫尔松？尤其是赫尔松，毕竟俄罗斯也非常希望拿下整个黑海沿岸地区，然后可以一直打通与德佐共和国的联系。关键是泽连斯基还要考虑更多的政治影响，要尽可能守住这些地区，才能让西方国家愿意持续投入支援，否则谁肯下赌注？但是乌军就不得不面临另一个问题了，对于守不住的地方，如果还往里填人的话，那么往往是人地皆失，有这么2-3次，乌军的士气会崩溃的。面对敌方的优势兵力火力，敢于果断牺牲自己，给兄弟部队争取时间空间，这种士气勇气不是什么国家军队都能长期坚持的。当年我们志愿军是能做到的，泽连斯基现在是在考验乌军到底能不能做得到。乌军现在的局面就是原有战斗经验丰富的那些部队损失太大，而后续的补充兵力要上战场还需要时间。美国等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支援的国家，总得花上10天半个月对乌军接受装备的部队进行使用培训。尽管呢，现在是西方已经尽可能压缩了培训周期，但是再怎么压缩，训练士兵可不是玩红警，让士兵会用武器是一回事儿，用好武器那可就难了。所以现在就是俄罗斯和西方比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和乌克兰比赛流血和造血的速度。好，在这种消耗战的格局下，乌克兰的这种拖延战术能拖多久？今天呢，我们就猜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